美国想用缓兵之计欺骗全世界，但是欧盟已经把特朗普看透。世界局势紧张之际，我们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：美国突然取消对其他国家一些电子产品的对等关税，似乎是在向世界服软。但是很显然，这只是美国的缓兵之计。近日，特朗普再次发出威胁说，对电子产品的豁免只是暂时的，未来还会有其他大动作。对此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表态，说将把对电子产品的关税纳入到新的半导体关税当中，未来1-2个月内将会实施。还有此前，美国暂停了对75个国家对等关税90天，但结果呢？1天还没到，就马上威胁其他国家赶紧签署讨美国欢心的协议。从美国这朝令夕改、反复横跳的流氓风格可以看出，指望美国这一次会轻易收手，放弃通过贸易战收割全世界的计划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只有像咱们中国一样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坚决对美国亮剑，这才是特朗普最能够听得懂的语言。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，即使是美国的老相好欧盟，现在头脑也越来越清醒了。近日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改往常非常亲美的论调，说欧盟未来将进一步转向亚洲，同时作为欧洲的火车头之一，德国近日也挑明了自己的立场，认为现在是欧盟该主动出击的时候了，要积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进行合作，而不是一味地对美国跪地求饶，这才是欧洲明白的人该说的话。当美国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时，却把欧洲抛在一边的时候，欧洲就应该明白，北欧之间已经回不到过去了。如今在特朗普眼里，欧洲和其他地区一样，都是美国待宰的羔羊。为了缓解美国的债务危机，稳住他们的世界霸权，美国现在是要与全世界为敌，而不只是与我们为敌。在美欧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，中欧关系迎来了巨大转机。根据央媒透露，中欧双方的团队近日已经开始进行接触，将针对电动汽车价格的问题进行谈判。而在这个问题上，欧盟此前态度很强硬，想和我们搞贸易战，如今为什么突然愿意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了呢？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美国现在的关税乱拳把欧洲的心给彻底伤透了。为了给自己寻找退路，欧洲必须要加强与我们的合作，这可以说是世界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的一个意外之喜。除此之外，14号的时候，我们有关部门还发布了2个好消息，一个是我国汽车1季度产量和销量都突破了700万辆，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，这可都是咱们中国人数十年艰难打拼出来的。另外，截至2024年底，人民币位列全球第4位支付货币，还是第3位贸易融资货币。从咱们这一些经验的数据可以看出，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和底气来应对美国疯狂发起的贸易战。美国指望咱们跪地降，这绝对是打错了算盘，最终只会搞崩美国自己。